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森，欢迎来到第2期的猫没印象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宾得的 DA16到85，16到85毫米等效大概是24到130毫米，从风景、旅游到日常记录，基本都能覆盖。在宾得的 DA 体系中，它定位介于入门变焦1855和星变1650之间，并和高倍变焦18到135形成区分。最大光圈 3.5 到 5.6， 在光线不好的时候会比较吃力，虚化能力也比较一般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支镜头在画质、焦段和体积之间做了一个比较均衡的取舍。这支镜头的整体设计比较低调，镜头上一个按钮都没有，但做工还是比较扎实的。DA1685有外变焦的设计，即便没有变焦锁，在我使用了4年之后，依旧是没有变松，手感也还是比较稳定。DC 马达不能说特别快，但日常使用是完全够用的。真光罩上有宾得特色的小窗，方便你来调整偏振镜。但这个真光罩有一点不好，就是你看这个真光罩卡得很紧，但其实它卡得一点都不紧，就是在户外使用下，好几次我都差点把它弄丢了，就像这样。镜头上的这个红圈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它代表了宾得在理光接手之后推出的 HD 镀膜，用于和 SMC 镀膜做出区分。而后来理光又慢慢改回了更传统的绿圈，所以现在看这个红圈多少也有一点过渡时期的感觉。这支镜头有着防尘防滴的设计，也就是 WR。这个设计在同级别的镜头里其实并不算常见，但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点。因为既然是一支什么都能拍的镜头，那么在使用场景上其实应该更自由一些。而相比于宾得更高级的 All Weather 防护等级，1685并不防尘，但在实际使用中我并没有感受出太大的区别。作为一支旅游头，这支镜头在画质上非常出乎我的意料，整体解析力、锐度都非常好，边缘会稍微松一点，且在光圈全开下有较为明显的暗角，但是可以配合宾得机身进行校正。在 HD 镀膜的加持下，这支镜头的抗眩光能力也是异常的优秀。再简单说下视频 ，DC 马达理论上来说可以在我的 K3 Mark III 上面做到视频追焦，但是宾得的视频嘛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这支镜头包括我手里的一些别的现代宾得头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，就是在我的 iPhone 上是识别不出镜头信息的，但是呢，在我用了一些P 图软件，比方说 PS Express 处理之后，这个镜头信息又突然出现了，这个我也一直没太搞明白是什么情况。从整体使用来说，防滴溅的设计让我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放心使用，而500多克的重量带出去也没什么负担，所以这支1685并不是那种让你一用就很兴奋的镜头。但它是那种你出门最容易带上的一支，也许正因为它没有那么特别，反而更容易一直留在相机上。好了，今天的1685就差不多分享到这儿了。下一期我们稍微跑一个题，给大家开箱一台从法拍网上拍来的尼康 D4，敬请期待，拜拜。